今天就用易水环的日月刀来向前辈讨教一下。滚吧！判官，我看你今天还是把铜片交出来吧。就算东西在我这儿，你们易水环也没本事拿走。傻小孩儿！小孩多事儿，你是我师父。我没答应。易水环的人什么时候变成这个德行了？保护好自己！往阳台走！你们抗人多！我叫你走啊！师傅，快跳下来！我没你这个徒弟，那我走了。回来！你答应了吗？哪那么多废话？3天后，我会再回来的。
火攻！师傅，怎么办？离恨谷第15代弟子，金罗太岁座下，执掌谷中66360谷生之总教官，鬼仇判官，今向历代谷主禀告，将收齐军元为徒，祭刀之日，散令武身，以宣我谷中之信条，以弘历代谷主之志，德足以怀远，信足以赴死。武足以服众，此我谷之君。百会倒在地，韦吕不还乡。张门被击中，10人9人亡。这人体啊，有36个大穴，胸口的子宫穴，背心的神堂穴，后颈天柱穴，只要击中，立即令人昏迷。最后还有4个大穴，背部的尾闾穴，脑顶的百会穴，脸侧太阳穴，后颈的玉枕穴，一旦击中，必死无疑。打起精神来！
看来判官真是训练有素啊！还得请您银龙太岁多多指教这帮没出息的孩子。可是战场上的情况跟这大不相同，顺逆难料，跟训练场上的训练那是完全不一样。你去陪他们练习一下。天有银剑，祸发必克。银剑在心，施行于天。宇宙在乎手，万化生乎身。天信人也，人心机也。所谓心无旁骛，百发百中。我今天就是要让你们在这战场上把心都修一修。判官，以后在孩子们修心上要多加训练。是。你太厉害了！你怎么这么厉害？不错呀，连这招都能想得出来。怎么做到的？哦，太失礼了。这帮孩子真是乱搞一通。正如银龙太岁所说，敌人千变万化，正好啊，让这帮孩子们也亲身体验一下。太岁，我听说银龙带着徒弟们，还有部下都下山去了。判官，我想知道你对此事的看法。这是在挑衅谷中的法度啊！其实，我当年也曾向老谷主力荐银龙做谷主。谷主回答我说，时势不需要他。记得当年老谷主大炼之日，银龙附在我的耳边说了几句话。他说，如果时势不需要他，他可否再造一个时势？那您说，我们是否要做些准备啊？
那么摆在他面前的只有2条路。第一条就是见我们怕事，继续与我们对抗下去；而另外一条，就是感受到我的大量，能够回心转意。面对此事，我这个做哥哥的，自有当哥哥的度量。我们全都按兵不动，选哪条路，则要由他自己抉择。我不是怕树立一个强大的敌人，而是害怕失去一个同甘苦共患难、历尽艰辛的好兄弟。不知是不是命运的安排，银龙收了梦一为徒，而你却收了齐君元为徒。或许我们这一代解不开的恩怨，真的是要靠他们下一代去了解了。那天和梦姐姐分开之后，我真的再也没有看见她了。我很为她高兴，因为她终于可以为自己报仇了。梦姐姐，你在哪儿？我很挂念你。我曾经多次问师父，知不知道梦姐姐去了哪里？师父只是说，她跟着银龙太岁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。梦姐姐走了之后，师父不知为何对我们的训练加倍严厉起来。我和师兄们动不动就被他揍得鼻青脸肿。当古知道白无常已取回金榜题名之时，太岁便马上通知他去南地藏报信，命南地藏务必小心敌人暗算，以及策划反击行动。但是太岁对这安排又并未放心，同时他又召见我师父鬼仇判官。对手好像早就料到了我们的一切，我怕白无常会出岔子。白无常已经出发了，要不属下马上去支援他。没时间了，我们要反守为攻。判官，我想了一条釜底抽薪之计。我们要偷偷靠近三帮同盟，查出他们背后的策划者，这样才能有机会解决今天之困局。属下领命，我誓死查清此事，向您汇报。判官，这事儿我得亲自去查。太岁，千万不可！我已经决定了，此行虽然凶险，但我已经想好了一套周全的计划。判官，我也让天后赶去协助南地藏策划反击之计。若地藏不幸遇袭，你得设法保护天后周全。属下知道了。太岁担心白无常送信给南地藏之事，果然应验了。就在他路经古洞镇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一件怪事。站住！你干嘛？过来！文姐，请拿出来！怎么可以欺负小孩呢？往前！好。这位官人真好，真小人心肠。官人，请进来喝杯酒吧。客官，里面坐。客官，这边坐。客官，来点什么？酒。好。
客官您请。来壶酒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这不重要。谷主出事了。谷主不是还在谷里吗？银龙太岁跟我说，谷主想要查出三帮同盟的主谋，可惜计划已经被他们知道了。谷主将非常危险，师父正赶去支援。银龙太岁是怎么知道的？这消息都是从师父手下的密件得来的。要是谷主有危险，我也得马上前去支援。白无常肯出马，那我师父真的可以放心了。他还说通知南地藏之事，可让我代劳。所以请把金榜题名交给我。若银龙太岁亲自前来，我当然会给。白无常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们当无常的，从不分为什么。我们只按谷主命令行事。白无常遇袭，太岁杳无音讯。同时，谷中查到，易水环等连同17个刺客组织，突然销声匿迹。江湖上从未安静得如此可怕。眼看一场血雨之战马上就要展开，就在此时，一人持着烧焦了的太岁面具回谷暴雪。判官，你要记住一件事：要是我有什么差池，回来谷中报信的，就是出卖我谷的人。太岁，金罗太岁，怎么会是这样？金罗太岁，太岁，为了去查三帮同盟，结果
被三帮上外高手围攻。我赶到时，只见一片火海，太岁和三帮高手已同归于尽，烧成焦炭。我无能，只能从太岁尸体上抢回这面具。怎么会这样？太岁英明，果然是银龙。要不是我故意和三帮决战，然后再借我死士烧焦了的尸体，那又如何引银龙上钩？银龙不仅叛国，而且他也正是三帮同盟的盟主。他把银蛇剑传给徒弟孟一，也正是想用孟一去统筹其他帮派为他行事。他是想做一统刺客的大赢家。现在他连横之计已然成功，我们该如何破他？我这个好兄弟，遇强则强。如果现在去跟他硬碰，我们将是必败无疑。难道要让他一直赢下去？没错，就让他按照他的计划，一步步地赢下去。不可破，则可不破；不破，以不破破之。只有在他胜利的时候，我们才能找到他的弱点。师父和太岁见面之后，便马上派我去南地藏支援。那天师父神色凝重，他还再三叮嘱我：师父老了，这个局再怎样，我也是想不通的了。记着我一句话，我给你的任务为期3天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3天之后必须回国。天上斗牛星，地下蔡中星，相逢不落马，各自奔前程。北境天尊地，南问地藏王，有事须禀告，求神指引道。在下南地藏舵主，地藏王，左军，多谢兄弟来报信。在下是北天尊渡主手下香主杜仲，乃是地藏王的后辈，不敢受礼。杜兄弟，请出示金榜题名，以辨真假。地藏王，请。
请。地藏王请。天尊临死前得到可靠的消息，一水环3寸连及一江3湖18山已经连成一片，准备对付我国。天尊得知天后将至，他将查到敌人准备进攻我国的计划写了下来，烦请地藏王转交天后，供天后造出反击之策。地藏王发现至少有20余人正从南方前来总坛。是天后。天后一向独来独往，怎么会带这么多人？地藏王，是一水环，他们正从东南方前来总坛。地藏王，西南方向也发现一水环的人向我方进攻。一水环早预备好，分4面包抄我们。地藏王，敌人已经进入到第4道防线。敌人来得好快，等他们走第2环时，我们立刻放箭，告诉南地藏所有兄弟，我们准备应战。是。北天尊的兄弟，今日我们誓死抗敌，你们可从北方赶紧离开。我们不走，能与地藏王并肩作战，是杜仲毕生的荣幸。地藏王，13寸连。这是他们成名已久的白莲追魂埋。原来今天是一水环和3寸连联手来对付我们。我们南地藏今天要跟他们誓死一战。地藏王，请听我一言，我们都不怕死，只是天尊托你转交天后之机密，关乎我国的存亡。我建议，请你先打开来看。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一起杀条血路出去，让你把机密带回雷恨谷。杜兄弟说的很对。地藏王，时间不多了。
地藏王，有礼了。我乃是易水环第16堂鸟山堂堂主杜毅，可惜啊，今天天后未到，否则就可以将你们一网打尽了。堂主，天后未到，我们暂且离开，总舵会再安排。是堂主。我没想到，我的对手这么快便到。梦一，我是齐君远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时常想起你。你长大了。谁派你来的？我师父，他让我给地藏王送信，可惜我来迟了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说，3天后
天后会到，让我来保护他。哦，他还说，敌人会派高手来此，让我小心一点。那你是怎么打算的？师傅叫我等3天，我便等3天。其实有我在，你大可以先回谷里去，向师傅汇报。那不行。师傅说，敌人派来的一定是高手。你一个人在这儿，我不放心。这里不止我一个人吧？你睡吧。那你呢？今晚我在外面守夜，时间不早了，你先睡吧。我会选择去寻找结局。我不敢赌。我不惜代价。
齐军元知道你是来行刺天后的吗？他当然不知道，是判官叫他来接应天后的。还有呢？他爱上我了。这倒有点意思了。那你呢？我是在执行任务。你为什么不杀了齐军元？我觉得判官老谋深算，他派齐军元来，一定另有目的。杀齐军元易如反掌，可是对付判官却很困难。很好，看来这么多年我没有白教你。你想想看，你对我说是齐军元爱上你，那么你想一想，也许判官也会问齐军元同样一个问题，他会说是你爱上他了呢？也许他爱上你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让你相信，并且通过你来让我相信，你们这种相爱到底是气话呢，还是变数呢？不过我下棋的时候倒是喜欢有变数。明天中午，易水环、杜毅的手下，那些杀手全部会赶到这儿。天后到底能不能赶到这儿来，现在还不知道。无论如何，明天肯定是血雨腥风。你一定要在血战前先行脱身。我要和判官好好下完这盘棋。我不想去伤害到其他的棋子。我更不愿意伤害到你。我们死也要死在一起。别赌了，你会输的。没时间了，我只要你一句话，答应我，梦怡，永远和我在一起。答应我。我愿意。
狄君远，我不是说过你会输吗？狄君远，我们易水环是讲求利益的，我们需要它。如果你再敢往前走的话，我可以连这个利益都不要了。谁敢动他，你们易水环，我见一个杀一个。记住我一句话，我给你的任务为期3天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3天之后必须回国。银龙太岁，李恒谷何时有过这种情景啊？是啊，平时觉得这些孩子们呐，都烦死人了。现在这都出去了，反倒真有些想他们。人这一辈子，就是充满着矛盾。对，人生总是充满矛盾的。老谷主当年说我适合创业，而金罗适合守业。哎呀，老谷主。真是独具慧眼呐！但我认为，这话只说对了一半。其实创业也不容易。我魏国和敌人血拼多年，我心里一直在问：老谷主究竟想要我创一个什么样的业？后来我终于明白了，其实他只不过把我当成了一个棋子，让我跟其他的帮派周旋，而让金罗太岁去巩固他自己的大业。我银龙当了半辈子的棋子了，心里虽然难受，但倒让我想通了，与其假装去当一个棋子，倒不如和其他的组织一起去创一番事业。这可不是老谷主的本意呀！李恒谷这艘大船马上就要沉了，我不会看着你淹死的。判官，我希望你过来帮我。我呀，老了，追不上你们的想法，也更没力气重新再教一班学生了。哎，老了，老了。说起您的学生，
那戚君元确实是很出色。在南地藏，他一口气杀死了易水环都邑手下30多人。不过，你还要稍微管教管教他。这个顾生啊，确实给咱们谷里添了不少的麻烦，但我也相信，他也会给对手带来许多的变数。那我也该找机会替你管教一下。希望他带给你的不是让你太难堪的变数吧。这场抓走梦一的戏码，一定是银龙亲手策划。他把我和梦一变成他跟谷对弈的棋子。我就干脆跟银龙下一句：谷里有难，我不能丢了师傅的面子。找回梦一，也就能找到银龙。叫杜毅把梦一还我，不然我杀光你们易水环！戚君元先后摧毁我日子堂、月子堂2个堂口，杀我23人，重伤36人。若是再继续下去，我很难向银龙盟主交代。离恨谷、易水环及一江三湖18山都是因为银龙太岁才结盟，现在说结盟的是离恨谷，搞破坏的还是离恨谷。你今天必须得给个解释。这一切都是鬼仇判官那只老狐狸的诡计，他只是想利用他的徒弟来扰乱我们大家。若不是你说他仍有利用价值，区区一个齐君元，我们易水环一早就把他除掉了。齐君元乃我离恨谷之人，要动手也应该由我们来动。你想再做回梦一吗？梦一是谁啊？我忘了。齐君元那一部分也忘得干干净净了吗？你想说什么？你喜欢他吗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就杀了我。逃避是躲避现实最懒惰的办法。戚君元一直在破坏我的计划，我想让你把那只使刀的手给我砍下来。如果是要我动手的话，我要的就不只是他那只手了。
老谷主雄才伟略，对于谷中的各种武功和器械都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并且设计得相生相克。于是就打造出能钻破鬼头刀的武器——银龙尺。你的师父已经离开离恨谷了。我银龙还是爱才的。你本来是一直很优秀的棋子，但棋子得按令行事。可你竟敢有自己的想法，一再去碰我手下的棋子。你错了，我才是和你真正下棋的对手。梦怡在那儿。你真要和我下这盘明知会输的棋吗？今天邀你过来，就是要把这局给你解开。我师父银龙太岁，正是三帮同盟盟主。我们已经计划整整10年，江湖上相克不如相生。我师父谋略武功过人，三帮已全都归附。自金罗太岁罹难，判官出走，离恨谷也不复存在。江湖上所有刺客组织都已经归三帮同盟管辖。这一切都是个局。我也可以告诉你，白无常遇袭，是我和三寸莲一起联手安排的。杜毅用抢回来的金榜题名，去将南地藏全军歼灭，这当然全是出自我师父银龙太岁之手。可能你连做梦都没有想过，你齐家被灭门，就是因为银龙太岁需要藏宝图里的宝藏，所以才派易水环帮他动手。我已经警告过你了，这一切都是个局。你已经输了。梦怡，我要带你走。杀了他，正好给我们三帮同盟祭旗。今天是我主持大会，孟安，银龙太岁只是叫你来监察。
一切由我来决定。他杀了我们那么多人，你不会想就这么把他放了吧？盟主曾亲口对我们讲：今日不是留守，便是留头。若是白衣不出手，我们帮他出手。齐君远，一切都是个梦。今天你该醒了，我一切都是骗你的。你明白吗？明白。你相信吗？不相信。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，把我骗他的都告诉他了。我向他坦白，我也要向你坦白。我没有忘记梦怡，我不能把梦怡给你，因为她是属于齐君元的。我银龙何曾败过？这一局不算完。判官，这里是银龙最想不到的地方，你就让他在这儿好好休息吧。
师父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你好好休息，不许动。我以后不能帮你做事情了，怎么办？谁让你这么任性胡为呀？给你一点教训呐，今后就记住了。站住！站住！你明知道自己根本就敌不过银龙。我没有想过要胜他，但我只想要回他的一只手。现在谁的心里都不好过，包括银龙在内。我们都应该清楚，这次银龙在感情上的挫败，要远远超过君元的那条手臂。银龙只懂得控制别人的心，但他却控制不了自己。现在，正是我们反击的时候。可是他的银龙尺能破我们一切武器。对，银龙尺能产生惊人的磁力，但它也绝非无懈可击。这是老谷主穷尽毕生心血所打造，名曰修罗手。它内藏5把利刃，名叫五鬼追魂镖，它能组合成为螺旋镖发出，它还能伸缩成为修罗刺，作为刀剑使用。手内所有刀片都是由千年金刚石打炼而成，是专为破银龙尺之磁力而生。装置修罗手，必先自断一臂。现在君元之手被砍，这也许正是天意。我查到银龙已用极刑，断了全身经脉。他还要君元3天之内回谷赴约，要不然他便及时处决白衣。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我一定要把梦怡救回来。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他昏过去好多次了，
次醒过来，他都叫着你的名字。这一切都是你们逼的。他有他的方法告诉我，他是属于你的，我也只能用我的方法告诉我自己，我已经不需要他了。君远，我已经很满足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答应过我，要永远和我在一起。戚君远，这盘10几年的棋，今天也该下完了。我在他的脖子和锁骨上，一共扣上4个配重，你输一招，我就让配重扯断他一条骨头。你给我记住了，第4个配重落下，就会扯断他的脖子。我要让你感受一下自己喜欢的东西被人毁坏的滋味。你就准备用这只木头手和我比拼吗？要赢银龙，得先以残肢以骗其心。我说过，我不会输的。Thank you.